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刷到程毅以前的签名，真的是一眼假的程度，估计没人相信这是他的亲签吧。刷到程毅早年的签名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，这也太假了吧。那种青涩到甚至有点笨拙的笔记，如果放在现在，说是亲签反而容易被质疑。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，这种反差其实特别有意思。10几年前的签名，更像是一个刚刚踏入行业的年轻人留下的痕迹，笔画偏慢，一笔一划都很用力，结构也没有现在那么稳定，甚至带着一点还在找感觉的稚气。那种状态很接近普通人刚开始练习签名时的样子，既想写得好看，又还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。而到了2020年之后，他的签名明显发生了变化，线条开始变得流畅，结构逐渐简化，整体更有节奏感和连贯性。现在的签名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个人标志，利落、干净，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辨识度。说白了，就是从写名字变成了设计自己的符号。这种变化其实不只是书写习惯的改变，更像是一种长期沉淀的结果。签名本身就是一个人对外呈现的最简化表达，它会随着经历、心态甚至身份的变化而不断调整。早年的那种像小朋友练字的感觉，本质上是未经打磨的自然状态，而现在的行云流水则更接近一种经过筛选后的表达，留下最顺手、最有记忆点的部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把两个时期的签名放在一起看时，那种反差才会显得格外明显。一个是带着青涩与不确定的起点，一个是逐渐稳定、形成风格之后的状态。换个角度想，其实挺有象征意义的。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总是通过宏大的事件体现，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细节里。签名从稚嫩到成熟的变化，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他这些年的经历，从最初的摸索，到后来逐渐找到节奏，再到如今形成相对稳定的个人表达。当然，如果单独看早年的签名，它确实会让人忍不住想笑，甚至产生一眼假的错觉。但正是这种不完美，反而让它显得更真实，因为那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好看，而是当时那个阶段最自然的呈现。而现在的签名之所以被很多人觉得好看，其实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流畅，更是因为它已经和这个人的形象绑定在一起。当大家看到这样的笔记时，会自然联想到他的状态、气质以及这些年累积下来的印象。所以说，不管是早年那个略显笨拙，甚至有点假的版本，还是现在这个利落成熟的签名，只要是他亲手写下的，本质上都承载着同一条成长轨迹。前者是起点，后者是阶段性的结果。它们之间的差距，并不是好与不好的区别，而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如果非要选一个更有意义的，也许反而是那个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版本，因为那里面藏着最原始、最没有修饰的自己。